外国爸爸给孩子看病能掉多大链子？这一年呢，我们发现张家铁的身高长速比同龄人慢，这件事我极端敏感，我就矮，而且我爸也矮，我呢就很紧张张家铁会随我们老张家这根儿，我就给他挂了一个儿童内分泌科的号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给孩子追一追。但是呢，我在网上查，人说第一次就是跟医生汇报一下孩子现在整体的情况，详细检查之后带孩子见医生就行。所以我就想，那第一次别耽误孩子上幼儿园了，大人去就行了。第二天我爸本来就要去医院复查肾结石，我挂的也是那个医院的号，我就这么安排的。明天大胖媳妇儿陪我爸先去看肾结石，然后呢就正好顺道跟我爸一起去咨询一下张家铁矮小的问题。但是大胖媳妇儿吃饭的时候她是屏蔽中文的，基本啥也没听懂，就记着她要跟我爸去医院。第二天我爸说走吧，咱俩走吧。你看肾结石，先看肾结石，再看内分泌，看是不是矮小。大胖媳妇儿这时候就懵了。老丈人65岁才发现自己矮小啊，也 very 矮小，不用看。我爸心想，那对孩子怎么能轻易放弃呢？那不得想办法吗？掏了。大胖媳妇问，你不觉得有点晚了吗？中国医生这么厉害吗？我爸说多长1厘米也是长。大胖媳妇心想，老丈人这是矮了一辈子，决定为自己的梦想拼一把。我大胖媳妇虽然不理解，但我支持。那首歌咋唱的来着？有梦想谁都了不起，有勇气就会有奇迹。我爸不知道这突然的歌声是为了什么，但决定加入。关键吧，大胖媳妇根本就没把这事儿往张家铁身上想。作为一个老外，他们普遍认为孩子就是能长多高是多高，他根本就没想到我会焦虑5岁孩子的身高问题。到医院还一直安慰我爸呢，别着急，别伤好，你要有老婆，你要孩子，喊我。你不可爱，反正你可爱。你有病。期间大胖媳妇还不时的拷问我，他矮能咋的呀？他现在也不找对象。我说那15年后呢？大胖媳妇看了一眼我爸问，你15年后要干啥呀你呀？但是问题来了，开出了一堆检查单子，我爸跟大胖媳妇说，你付款吧，你需要交费了。大胖媳妇心想，你65岁突发容貌焦虑，凭什么我来买单？大胖媳妇拒绝付款，他说本质上我对你的身高没有要求，我不在乎你是矮老丈人还是高老丈人。这事是怎么破的呢？还得是看后边跟医生的对话。这时候我本来还想找一个我学营养学的朋友咨询，他说稍等啊，我周报还没写。我赶紧给他分享讯飞智能贴耳机 Pro， 以前不是靠硬编就是回忆，现在会议他来录，文件他来读，我试了一下，2秒左右就能生成好周报。这玩意儿录音转写 AI 问答也免费。回家俩人跟我描述这场世纪大误解是怎么破解的。大胖媳妇说，我一直觉得你让我领着老丈人看矮小症这个事儿很荒诞，我是咋发现不对的呢？我十分后悔这次没派人去跟拍，他俩回家跟我复述。进屋之后，医生问第一个问题，啥时候发现比同龄人矮的？大胖媳妇心里搁那算，我爸回答去年开始。大胖媳妇，那你之前干啥去了？真正让大胖媳妇顿悟的是第二个问题。医生问父母的基因怎么样，我爸说妈妈是中国人，比较矮。大胖媳妇一想，我奶是对。然后我爸说爸爸正常身高，是个外国人。大胖媳妇，老丈人是不是疯了？在人家医生面前就这么假冒混血儿，假冒混血儿。我当时上医生说，你的爸爸是铁的人，不是外国人。谁是外国人呢？谁呀？我是外国人。对，说的就是你呀。我不是你爸爸。张家铁对于自己的矮小也发表了独特的见解。拿笔不能老吃面条，你要多吃肉和奶。为啥呢？妈妈说你随妈妈和姥爷很可能会矮。妈妈还说我学爸爸的话还会胖还会秃呢。你干啥呀？啥破玩意儿都给我，啥破玩意儿都给我。大胖媳妇跟我妈气哭了，真的。刚才我妈在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呢。我听我妈的描述啊，我认为这男的肯定是疯了，不可思议。我再一听大胖媳妇的解释呢，给我气笑了。我妈最近呢来北京复查，来北京了，马上复查了才知道，这次复查它的流程比较繁琐，就是复查的头一天得入院，然后整个复查这个过程都得在医院住着，不能出来。我妈这么一听呢就比较紧张，但当时我又不在北京，家里就她跟大胖媳妇来交流。然后我跟你说哈，一个外国人在中国，如果他的汉语非常精通，那肯定是没事儿；如果他汉语一句不会，蛮子就跟张大铁出国似的，也没事儿。最可怕的是大胖媳妇这种会一点但不多，但又觉得自己会，最容易出事儿。就是那句话，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嘛，因为他真敢下呀，真敢下呀。然后我妈这不就心里求关爱嘛，就盯着大胖媳妇。我要住院了。大胖媳妇呢还真听清楚住院这词儿了，但是她听到的是住院 make a wish。于是大胖媳妇非常冷漠的看了我妈一眼，你住吧，阿门阿门。这不孝来的太具体，我妈没反应过来呀。过一会儿我妈屋里溜达一圈又来找她来了，说那什么你借我一下你充电器，我要住院了。大胖媳妇呢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妈要离开这个家门这个事儿，跟我妈说你住呗，我就一个充电器，你让我先充完的。给我妈委屈的呀，拎着包自己就住院去。到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，我看明白了，我是谁呀？咱可不敢麻烦人家。我当时听我妈的描述我就炸了，我寻思大胖媳妇这是要不过了还咋的，我就给大胖媳妇打电话，我说我妈住院，你为啥不能陪一起呢？大胖媳妇很无辜啊，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呀，唯物主义者。我妈住院我也不陪，我就不是很相信祈祷这些玩意儿。她还挺有理呢，还跟我说，哎，对了，咱妈挺诡异呀，晚上跟我说要去祈祷，
到现在没回来，要不我出去找找吧，是不是信什么邪教了？你说？然后我回来就得领着这个惹事儿的老公去医院赔罪嘛。买的东西带着充电器，还带了秀丽可 AGE 面霜。这面霜我用的特别好，不止30%高浓波斯盐，还能抗胶原糖化流失，给我妈送去美容抗老，气儿能消不老少。去看我妈之前，我这不就带着大胖媳妇还有孩子去给我妈买东西吗？我去楼上买点毛巾、牙刷啥的，我就告大胖媳妇在楼下买点补品，然后分头行动。当时我就多了个心眼，我让我同事跟着他，我说万一你姐夫又出梗了，你都帮我记下来。这个男人他就从来不让我失望啊。5分钟，我同事给我打电话，姐你快下来，姐夫在农贸市场畅聊哲学，还扬言要打造山东。你问他那有人参不？你有燃烧吗？喝啥？燃烧，你的燃烧怎么样？晚上怎么样是吧？晚上还行不？你的燃烧长吗？长。你的燃烧从哪来？从长白山，东北长白山。我的媳妇东北。喜欢东北啊，喜欢东北。你管他叫山东打造。我要打造山东。可以啊，山东不错是吧？我也打造山东。你好，你把打造山东不错。你只是一个英语老师，你为什么要打造山东？为什么要打造山东？是不是又惹祸了，又给人惹急眼了？因为啥呢？我妈她不习惯管人叫英文名，就想给我老公起个中文名。我老公说那我得要个好听的。我妈憋了一天，最后问他，你觉得黄大吉怎么样？我老公说这不好听啊。再说我为什么要姓黄呢？我认识的姓黄的就仨人，物业室那个叫黄哥，故宫里那个叫皇帝，医院门口的叫黄牛，没了。我为啥要跟他姓呢？我妈说你个记性，我姓黄啊。大胖媳妇说，我为什么要随你姓啊？我的中文名构成，我不应该复姓姓大胖吗？而且我们读名的时候，经常是名的首字母简称加姓。那你给我这个黄大吉写出来就是 DJ 黄 ，DJ 黄。我不喜欢 DJ， 我是个恬静的人。我妈说你不懂大吉多好啊，好在它的寓意。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，把好的寓意进行一个简缩，哎，成为你的名。大胖媳妇说啥寓意啊？拿出手机用字典一查，逼个 luck 呀，再进行一下简缩，我的名就叫黄逼辣，黄逼辣。我妈说那还不如大胖媳妇呢，但大胖媳妇的名太长。我老公说那我也可以把大胖媳妇用你的方式进行简缩呀。媳妇随夫姓，姓张。大胖媳妇的寓意是外国的外夫很 fight， 我叫张 WiFi 嘛，张 WiFi 嘛。我妈说你个不识好歹的玩意儿，你随便叫去吧，还张 WiFi， 你叫张无忌吧。我老公说张无忌好听，很耳熟，是不是曲小龙女？曲小龙女。然后我妈就被他惹生气了，他就想方设法哄嘛。先是挑战给我妈做饭，做了一个拔凉的三明治，里边是生的鱼。我妈吃了2天，浅表性胃炎都吃成糜烂型的了。我妈说你能不能在做西餐的时候加点东北元素？我老公憋了一天，给我妈点了一份酸菜血肠杀猪菜。我一看好像是上道了，结果人家撒上奶酪放到披萨上给烤了，最后烤出了酸菜血肠披萨饼，那就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。我妈说那你杀猪菜直接杀到了意大利。我老公说这个披萨就是血腥玛格丽特。然后他就又琢磨咋让我妈开心。我妈那腰托很严重，每天呢去校车点接孩子，来回又不能打车，就有点累。我老公想了很久啊，最后给他丈母娘憋出了一个坐骑，让我妈某时过一刻下楼领车。我妈一下楼，车来了，多拉风。他说姨妈，你看这个带山灯的多拉风。我妈说你不用拉，我已经疯了。我妈说我62了，你让我骑它像个街溜子。我老公说像啥？我妈说街溜子。我老公街溜子都比黄大吉好听，我叫街溜子吧。你看我们外国人一出去重要场合、国际会议，经常彼此不称呼名，称呼姓。那我的称呼就叫街。然后我妈就彻底不搭理他了嘛，她也觉得有点心虚，跟我说今天天气很好，我来安排。我听说啊，后海附近有那种人力3轮黄包车，我就让他叫我黄大吉。今天黄大吉骑着黄包车，拉着黄女士出去兜兜风，赶紧的收拾。快点！你不用急，你放心，有了它出门省1半时间。这是一瓶多效合一的养肤妆前，妆前你就涂它，免得你用各种护肤啊、防晒整天好多层都搓泥。这个一瓶全顶了，省时省力，1年4季都能用。你看这个质地非常丝滑好推开，我现在就上半边脸啊，它是那种很自然的提亮，不是那种厚重的假白，而是就是妈生白那种感觉。而且它成分天然，敏感肌也能用。现在这边涂了，咱再看一下防晒效果啊，50加防晒值，秋冬紫外线是很强的，一定不要忘了防晒。现在这边脸，我把那边脸画上，咱就开始化妆，就出门。妥了，走。结果一开门，我妈已经被气回铁岭了。妈妈没了，可能去看了。